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戴森球计划。我又在游戏中过了很长的时间啊，现在游戏中已经接近65个小时了。在这些私下的时间里呢，其实小米后面就没再把那个大合集进行这个更新啊，因为实在是干了很多像是开矿啊、打黑幕啊这样的事情啊，就没什么可给大家看的。我觉得录出来反而，因为我的视频都是4K 的，我要把这么大的素材录出来，然后再导出，再配上这个后期的音乐啊，就即便是不剪辑做后期音乐配置也要浪费好长时间，我就没有什么必要啊，我就中间我就没有保留啊。然后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期啊，这一期一上来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糖厂。首先呢，糖厂是稳定在750的这个规模的，这也就是我们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有的小伙伴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产量啊，这个产量不是1个小时的啊，不是10分钟的，是1个小时都稳定在这样的一个产量，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就代表着你整个的糖厂，包括你糖厂配套的所有的设施的运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星际物流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产线上有一些这个产量不足，或者是你的糖厂始终不足你量化的这个数啊。我现在明显帧数低了啊，也就30帧左右，可能还30帧都不到啊，不到30帧的这个帧数了。那比如说你明显达不到你的这个产量的需求，可能会是几方面的问题啊？你如何来 debug 这件事儿啊？首先第一件事呢，先去检查自己的翘取器啊，因为我是给我的翘取器进行了所有的这个翘取器都进行了一个优先级的分组的啊。大多数星球的吧，不是所有的啊，做了优先级分组的，在第30组里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翘取器的这些塔，你去看这些塔的翘取器，首先够不够，是不是因为翘取器导致的你的这个物流出现了问题，这是第一个要检查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你的这个做糖厂的这个塔去检查各种原矿的供应是否充足啊。这个原矿的供应是否充足呢，有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啊。你首先检查你的这个塔的供电是不是充足的，假如说塔的供电不足，就有可能是因为电力的不足导致的这个物流运输的不足啊。先排除这个问题，这个如果要解决，很好解决，就是增加你的最大充能的这个功率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检查你的这个飞机啊。就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刚才是没有的，那你看你有没有剩余的飞机？有剩余的飞机代表物流没有问题，那应该是原料端的供货可能是有所缺少啊。你就检查跟这个东西相关的整个一条产线上，它是不是缺燃料，导致了你的糖厂的这个产能的下降啊。这是有关于原料啊以及物流运输的部分，就是这么来查。同理呢，这个小飞机也是啊，就是这个糖厂里边各个的阶段的这个小飞机也是啊，包括斯塔共清理你也是，你要看你这里边的氢是不是有问题啊，优先级没有出问题，没有堵氢啊，这也是要排查的一环啊。然后就是来检查自己的小塔，小塔也是第一个看看充电足不足，充电不足呢，就说明可能这个物流需求的这个电力要求很大，你需要把这个充电功率拉上来。然后就看飞机足不足，然后看你的原料足不足啊。理论上呢，这里边的所有的塔呢都应该是满的啊，满的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也不一定就真的非得满，它就是产多少消耗多少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你这个接下来要排查的。都排查完了之后呢，你就看你整个的产线上没有黄点啊，有黄点，假如说是我们的这个堵了，就是这个产物累积的黄点是无所谓的。那假如说产物还没有，你这个机器上再检查有没有黄点，有黄点呢，就证明你可能是哪一个机器连接的不对啊，或者是你的传送带是不是物流跟不上了，这也可能是导致你产量不足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检查你的增产剂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所有的科技啊，无线科技大概也跑了一些了，基本上所有的消耗。这个其他颜色糖的科技我都已经跑完了，我自己私下已经给它跑完了。想跑其他颜色的科技很简单啊，你只要把你中间生产白糖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里啊，生产白糖的这里的这几个科研台给它变成让它去做研究啊，因为它这边是有五色糖的嘛，做研究你就可以去研究其他五色糖的这个科技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无线的科技已经走完了之后呢，你要注意你的增产剂啊，因为增产剂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呢由于科技的原因，我们出塔的所有的物品都是4格堆叠的啊，再加上我们现在都用白爪出来进去也都是4格堆叠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它其实不是4格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喷涂机。
喷涂机在消耗蓝剂的时候呢，它有多少消耗了，是根据它消耗了多少啊。一个喷涂机里能装10个蓝剂，比如说我们大量的原料在走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喷涂机一下子消耗了2个单位的蓝剂，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袋子上走过去的这个蓝剂就会有2个留在了这个喷涂机里，那剩下的2个呢就继续往前走。那当这样的时间多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袋子上会有一些不是满4叠的这个蓝剂占住了这个袋子啊，这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整个的这个一个袋子上的蓝剂的数量后边会速度会受影响，会供应不上啊。因为我们在做量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做这种工厂的量化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你最终需求的这个蓝剂啊，它消耗的是多少个袋子。比如说蓝剂本来是一个袋子是够用的啊，但是比如说是0.9是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你整个的这个传送带的运力受到这个不满袋子的这个蓝剂的影响，就会有可能会跌啊，就有可能会下降，会导致你的这个增产剂涂不上。那要想解决这个东西呢，也非常容易啊，就是让你的增产剂流入到这个里边的时候，流入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让你的增产剂流入到你的整个的这个系统上的时候，用一个百爪去啊，你不要直接从这个东西上这么怼上去啊，因为你直接怼上去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你最好呢把这个增产剂的这个袋子做成一个环带啊，像我这里由于我的这个糖厂规模还很小啊，后边我会做成一个环带，做成环带之后呢，那边的增产剂就会从这边就是来到这里啊，这里是我们补增产剂的这个位置啊，做一个环带啊，然后这个增产剂就会这样来回的这样的流动嘛。那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呢，你用一个百爪去来补这个增产剂啊，那流过的这个增产剂只要不是4格满堆叠的，就会被它堆叠上去啊，就不会影响到这个蓝剂的这个运输的效率了啊。现在我这里由于不是环带，也是因为这个增产剂的量是远超的啊，也没有这个需求。当后边我们做万糖的大工厂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你这一条带子上的运力是很紧张的，你就需要用到这种方式来补这个蓝剂，排除这方面的影响啊。好的，那这个关于增产剂、关于这个糖厂的部分我就已经说完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戴森球现在造的怎么样了。戴森球呢，第一层的球壳我基本上快打完了啊，也不能说快打完了吧，打了1半多了啊，可以看一下啊，打了1半多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现在已经有200多兆瓦的这样的一个电力啊。当然我没有全都用啊，锅我其实放的也不是很多啊，没去多放多少，我一直在忙活别的事儿啊。所以我已经因为小火箭早就打满了，已经停下来了，所以我就让小火箭开始打第2层的这个球壳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第1层给它引掉啊。你可以看到第2层也已经开始打了，并且呢，我在那边太阳帆那里，我也不是只打了一个轨道啊，我去分出来了一点帆，去打了第2个轨道，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1轨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1000多的太阳帆都在喷这里啊。但后边太阳帆我多产了一些嘛，我也没全都这个什么，我有一个2轨的太阳帆也在弄啊。我看一下这边太满了，以至于看不太清，看不太出来啊。2轨的太阳帆太淡了，看不太清。我们来到戴森球那个星系再给大家说也行，主要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戴森球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啊。你的壳层呢，一共最多能打10层打满的这个发电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我就一直在用这个足球图啊，就一直这样打就好了。层与层之间呢，稍微隔一点点的空隙就可以啊，不用这个留得很大，这样我们的这个确保每一壳的壳层呢尽可能的大，你的这个帆的数量不就尽可能的多吗？然后你的产电量就尽可能的大了啊，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光子和这个帆啊。帆的话，我当时是12500，再加上我最初量化了这个1000啊，大概是13500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超了一点啊，因为有的机器是富裕的，消耗速率呢比这个要稍微的低一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值。然后光子的生产呢和这个反物质啊都是差不多的啊。然后这个奇异物质棒呢其实是可以再扩大一下产能，我那边把机器放下去了，但是我好像还没开始投入使用啊，我看一下，我之前应该是反物质还不够，所以没让它运行，没开机啊。我刚才看到这边是没那啥的啊，看一下这边反物质啊，反物质应该是足够的啊，应该有大量的反物质在囤积啊。我们这边把这边也开机好了，让这边也运行起来，然后我们这里给它做成4个这个
4个黄棒的这样的一个产线啊，4个黄棒的产线就足够供给我们万堂之前所需要的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产能了啊。就基本上都是够的。我们把这里都给它连上，这边全都给它连上。好，4个这个制造台基本上接近45的每分钟的这样的一个黄棒的产能啊，这个数值就相当可观了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个塔里边黄棒的现在的产量，已经能累积一些了。我们把这里的这个起送量都调低了，这样有需求的时候可以少送一点黄棒，它也能飞得出去啊。这边啊，这都已经好了。然后这一期最主要的一件事呢，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星际物流超市。星际物流超市呢，我单独去找了一个星球座啊，就在我们的母星的旁边啊，在太阳系的旁边，我找了一颗这个白矮星。我就当时选在这里呢，就是觉得它离各个矿都相对来说比较近啊，然后又在整个星系的最中间。最主要的原因呢，在于白矮星跟这个黑洞什么的有点像，它这个巢穴当时打的这个刺猬打的数量非常的多啊，我觉得比较方便我去做这个全建筑的星际物流超市，我就坐在那个白矮星那里了。现在去给大家去看一下我最终的成果啊。这星际物流超市呢，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我是打算采用这个物流的那个小飞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飞机啊，这个配送运输机为主体的运力啊，去做这样的一个超市啊。怎么说呢？它并不是算是一个最优解吧，因为它挺费脑子的，不能说挺费，相当费脑子了。我这个基本上所有的你不能叫挂机时间或者思考的时间啊，都是用在了这个超市上啊。从上一期开始到现在，除了开矿啊，就是开其他星球的矿，我基本上把万堂所需要的这个矿物也已经提前布置下去了，只不过还是没开始建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没开机的状态。但是原矿我基本上都已经开始挖了，除了这个挖矿，我基本上全都铺在这个上面了。这个东西呢，它的好处在于它很一目了然啊，它就是谁都能做，但是坏处呢在于不一定谁都能做得成。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当你把这个建筑物多了以后啊，它这个体系很复杂啊。我这边导到了这个哪儿上去啊？导到了这个旁边的器具上。我们换一下位置啊，这里就是我的这个圈养超市的这个位置啊。我把圈养的这个基地后面和打算跟这个超市是放在一起的啊。登录这个星球现在就变得很卡了，因为建筑很多啊。首先呢，这个星球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它是插满了这个刺猬的啊，刺猬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我是当时是开了这个驱逐舰啊，去把所有的这个都给打掉了，所有的这个中继器都给打掉了，然后找了一个中继器比较密的啊。当时找的其实是4个，这4个啊，就在这个4个角上的这4个，这第5个是后来落下来的，这个是后刷的，但位置还挺近的啊，就可以先给它留在这儿啊，先留下来啊。找到了这4个位置，把它们4个留下来，其他所有的黑物都全都清掉，然后呢插上我们的这个行星护盾啊，插上护盾之后呢，你人最好别留在这颗星球上，或者你多存档几次啊。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呢，在你载入存档的时候落下来的这个中继器啊，高概率会落在这个你所在的这个星球上。但如果你是一直玩，比如说我一直玩了4-5个小时，我建议你就别在这个星球上待着。你在别的星球上的时候，这个我个人觉得黑物更容易落到这个星球上来啊，落到你不在的这个星球上来啊，这是个人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当你的这个星球上有这种没有中继器的这种基地的时候啊，当这个中继器落下来的时候，它就会高概率的落在原地啊。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问过我啊，我不小心把这个黑物的这个中继器打掉了怎么办？能不能恢复？可以恢复啊，你只要把你的护盾撤掉，然后你让它高概率会落在这个原地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其他的位置空间也有限，我们都给它占满了，你把其他的位置都给它堵上，它高概率会回来的。等它回来了呢，这个东西就活过来了，我们就可以用了。我这里呢是等于是一次性圈养了4个黑物基地，这我还没测啊，我还没有开机实测。因为我一直在等它落回来，在等它落回来的这个时间点的中间呢，我就是在造这个全建筑的物流超市啊。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远景啊，规模呢，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当的大的啊。首先呢，在这个超市里呢，我一共放了49种建筑物啊。
49种建筑物，然后所有的建筑物呢都配了这个配送机啊。你要是想进星际塔呢，你就在这个星际塔找个地方放这个星际塔，然后用一个箱子再加上这个配送运输站啊，去需求这个东西啊，然后进塔就可以直接进塔了。你需求你就进塔，我现在是没有进塔的一个状态啊。后边我可能会把常用的东西进塔，不常用的东西咱们就来这个星球来补一次货就好了，之后就可以利用旁边的这个侧边栏，你人站在这里，他们就可以向你蜂拥来补货了啊。这是一共449个建筑物啊，不只是建筑，还有物品啊。物品也包括了这个无人机，我这边直接做的是攻击无人机啊，包括2种护卫舰啊，包括高级的子弹，我做了这个晶石炮弹组，这个引力导弹组。这个子弹太弱了，我就没做啊。这个和这两个子弹我也是量化在里边的啊。本来是想把反物质胶囊也放进来的，但是看了一下反物质胶囊，这个里边需要的东西啊，这个磁线圈啊，就是这个磁铁，还有这个重氢，还有氢啊，以及这个反物质，其他建筑物都用不上啊。这几个都比较特别，所以我打算把这个呢跟我们的黄棒放在一起啊，因为黄棒也是需求这个反物质的嘛，跟我们的黄棒放在一起，放到其他的放到糖厂那边去啊，这个就不在这里单独的做量化了。物品这边这些都是有啊。建筑呢，除了这个风电和火电已经淘汰了，然后太阳能板和这个蓄电器也已经淘汰了，这几个东西是没有做量化的。然后这个自动集装机，我个人觉得是时代的眼泪，我没做啊，没做。其他的这个机枪塔，我觉得没有啥用啊，应该淘汰了，也没做。然后电浆塔。干扰塔这2个我个人觉得是废物的东西，我没做啊。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建筑物啊，都在我们的这个超市里是有的啊，一共就是这么大啊。蓝图呢我也已经做好了，我之后会给它发出来啊，在这里。就是这个超市的蓝图了啊，它总共呢用到了140个组装机啊，这里还这个搞了一个护盾发生器啊，因为跟这个连在一起了，我们去重置保存一下啊，不要这个护盾发生器啊。这个就是这么大了。位置呢建议还是放在近赤道的位置啊，你往别的纬度去放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要放在近赤道的这个位置。然后我在做这个东西呢，说我的设计思路和我的原则啊，就是这个超市里边的东西呢有很多啊。它的原材料其实是在糖厂生产的过程中，在糖的产线上是有的啊。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呢，我个人建议呢，你就把它量化在糖厂里。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做量化的啊。我这里是这个所有的超市里的量化在这里啊，一共48种，不是49种啊，48种物品啊都在这里啊。每一个呢都选择一个，这边选择一个设备啊，一个设备去输出啊。设备呢选的都是最高级的，增产剂呢全都不喷啊，这里其实也不应该喷增产剂啊，这里给它改一下，增产剂全都不喷，增产剂全都不要啊，没有东西是要这个除了糖厂上需求的东西以外啊，糖厂上需求的东西可以喷增产剂，比如说这个东西也是糖厂上需要的这个引力透镜也是糖厂上需求的，这种可以给它选择喷增产剂啊，然后把这边需求的这个物资的这个数量，到时候我会直接加到我的万糖工厂上。比如说我的万糖是需要20个组装机做这个引力透镜，我到时候就会量化23个啊，量化23个，然后把这个部分也量化进去，然后这一些东西呢都从糖的产线上去拿啊，就直接从糖的产线去拿，就不直接在这个超市去制作了。那超市上必须自己做的东西，糖厂里没有的东西是哪几样的？一个就是我们钢的一系列，从最开始的这个钢到这个钛合金啊，再到我们后边的框架材料，这一系列的都是需要我们这个超市自己出的啊。这些东西我是在超市出的，这边是钢啊，钛合金。这里都是做了的啊，然后包括框架材料，还有什么呢？还有2种这个推进器，一种普通的推进器，一种加力推进器，这2个东西是要在这里量化的。还有呢，就是各种的这个做炮弹的时候用到的这个燃烧单元，以及上面升级的几种啊，这2个是用化工厂做的啊，这个爆破单元和这个晶体单元，这几个东西你用黑雾的产线吊也完全可以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万一有的小伙伴不养黑雾的话啊，当然你不养黑雾，你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做不出来，因为你没有那个黑雾的东西啊。但如果你不养黑雾的话，我之后可能考虑给大家做一个降级的版本啊，就是把这个生产设施都给它降成这个非黑雾的这种版本啊。万一有的小伙伴不养黑雾呢，我给大家再存一个非黑雾的这个版本，你不用黑雾的东西啊，那这个产线也完全能够运行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像是这个
这个棱镜加上我们的这个电浆发射器啊，这个电浆激发器这个东西在整个的建筑物产线里用的数量特别的多，但是糖的产线上是用不到的，所以这个只能在我们的这个里面进行制造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马达，也就是这个动力引擎，也是糖用不上的啊，只有建筑物才需要的，这个也在这边做的这样的一个产线啊。原则就是糖厂能造的让糖厂去造啊，糖厂造不了的，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超市产线去造，剩下的所有的东西呢，都从糖厂那边去需求啊，让它去运到我们的这个星球来啊，包括一些有的地方，比如说还需要煤炭的啊，运这个原矿啊，比如说这个光山石和这个单极磁石啊，都是运原矿过来的，也都是这么需求过来啊就可以了。需求过来之后呢，这些物资呢，有的你是直接可以进到这个传送带，进到产线的。有的进不了的呢，就在出口这里配一个箱子啊，然后配一个这个配送器，之后呢就会配送到我们这里边的一些细致的这个细枝末节的结构中去啊。这就是我整体的设计思路。但是坦白说呢，这个东西从画完、设计完到真正做出来啊，包括 debug 啊，我中间又检查了一遍，哪些有对，哪些不对啊，包括 debug，花了我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还没有正式让它开机运行啊。所以开机之后会不会有 bug 呢？我们就来到这期视频里啊，在视频当中给大家去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行啊。能行之后呢，我就直接就发出来啊，不行我再在我的这个视频之后我去调整啊，去修改啊，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比如说哪种原料漏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啊。然后这边里面还是留了一些空位的啊，可以去再发挥的。比如说这里啊，这里是有一个箱子的空位的，哪一种原材料不够，其实还可以从这里再进行补啊。然后所有的这种生产线的我都是放到了上下两端啊，然后这个工厂放到正中间啊，然后主带子上补的是那种用量特别大的材料主带子补，比如说蓝马达和这个叫做 CPU 啊，在横向的两条大带子补这个东西啊。然后竖向的带子呢，补一些钢啊，比如说这边钢石砖用的特别多的啊，竖向的带子去补啊，把那些工厂用的特别多的材料呢，尽可能走这种主干道的这种传送带啊，然后再来一点点的细枝末节的去一点点的去，就像解数学题一样，我觉得有时候觉得就像解数学题一样，在解这个题到底该怎么解啊。好，那在开机之前呢，我们先来把这边的黑雾超市先给它运行起来啊。黑雾超市其实我也没弄完啊。我这是被动难度啊，所以我就随便的这么飞进来了。你不是被动的，你自己看着办啊。然后这里我们进来之后呢，我好多都还没调啊，包括这些里边究竟该设什么啊，这些该怎么弄啊，还没调啊。我先调一阵子，把这边调好啊。然后等这边的超市运行起来呢，我会把母星的那边的那个黑屋养殖和超市，包括母星的绝大多数的物品全都给拆掉。这个游戏的逻辑是你这个机器只要摆下来，哪怕它不运行啊，它也是占你的这个运算的，也会占这个卡顿啊。后边等这个电力系统自由了之后，我要把这个太阳能板的那个发电芯的太阳能板以及电池的那些产线啊，太阳能板的这些产线全都给它拆了啊，省着它会影响你整个的这个运算的这个流畅度啊。看我们万糖最终造出来之后它能有多少帧啊？好吧，那剩下的时间呢，小米来把这边设置一下，设置好了之后呢，这边就可以开机开始运行了。好，我们这边设置的差不多了。如果你想用这个黑雾超市里的其他的物品的话，比如说一些这个其他的物资，也可以在这个塔的下面单独去补一个箱子啊，然后出货，让它供给这些东西啊。我们造这个黑雾超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用这几个东西啊，这几个东西是我们可能会大量需求的。我们这边呢要把这些东西给它运出来，主要是在我们的超市的产线上它是需要的，然后用我们的这个配货机给它配出去啊。这里我想一下，我可能会用一个大箱子啊，不行，大箱子放不下，我这里要稍微的，我这边没有箱子了，箱子已经让我花光了，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吧。主要是这几个东西必须要去配送啊，其他的东西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是否需要用这个黑雾超市的去配货。我这里只是把这个可能性给大家列出来啊，至于用不用呢，看大家自己，好吧。这里我们也限制一下格子啊，我先设一种啊，然后让它运行起来，之后有需要的我们再弄啊。这边选上向其他的配送器供应啊，这样就好了。
好，然后我们现在准备通电啊，肯定会卡，我已经预感到了啊，不用预感，我已经感受到了，肯定会卡。我们先把这边这里通一个，这里通一个。然后最主要的呢，我做的一个事儿其实是给我的这个，除了我们黑雾掉落物的这几个东西以外啊，最需要这个去补给的其实是我们的激光塔和我们的这个信号塔，这两个东西是在整个的刷这个黑雾的时候掉的最多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产线啊，我单独给这个激光塔和信号塔这边做了这个产线啊，然后激光塔和信号塔呢就直接通到这个里边啊。通到这个里边，通到这个里边以后呢，就会被这个如果一旦坏了的话，就会被补充进来啊。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测试一下啊，把我们身上的这个信号塔先都放上去啊，然后包括激光塔，激光塔我看我是在哪儿补的？激光塔我好像是要在这儿补是吧？在这里补啊。这边我可以先稍微的放一点激光塔，包括这里，我们都给它放上激光塔。然后这边一个箱子啊，那边一个箱子都是在去需求这个那边供应，这边需求激光塔，然后这边的激光塔呢由这边的这个去补充啊。这里就会持续的去给它补充进来啊，把这两个给它配齐了，整个的这个黑雾基地呢就可以持续的刷了。因为我们这是多个基地一起刷的，所以这两个掉是难免的，肯定会掉的。我现在就是不太好去量化这个产量够不够啊，就是生产的这个激光塔和信号塔的这个产量能不能赶上它坏的速度啊？感觉这边这个塔还挺容易掉的。看看情况啊，有没有什么需求？还行，还可以，问题不是很大啊。现在都是29级的基地啊，我们后边基本上也就是30级再升1级啊，差别也不是很大了。我这里还是采用的是激光塔去刷，你要如果想用导弹塔呢，你还得给它额外的配子弹啊，都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黑雾基地看来是够不到，而且好像也需求不到啊。你可以通过这个地方，你去看一下它这个你想要东西的产量，你稍微的算一下够不够你的超市的用啊。我其实大概看了一眼啊，除了那些产量特别多的，比如说黑雾的掉落物以外，大多数东西其实是不够我们的超市用的，所以我才单独的又给它辟了产线啊。如果你觉得够用了，或者你的超市里并不需要那么高的产量，你可以让你的这个星际超市完全靠这个黑雾掉落物来补货，甚至都是可以的啊。之后我这边再给它配啊，再给它配。好，这里差不多了，看看各个塔里的东西都已经开始运出来了啊，运出来了。这边选的都是供应啊，然后我们那边去需求的话，这边的这个塔就会给它送过去，我们把飞机全都给它补上。这边先都补上啊，然后这边的塔供应不上的呢，我们到时候再在星际物流里拿这个大塔去需求，让这个外星系糖厂的星系啊，再来给这边进行补充。看一下，这里也是有的，检查一下是不是都有飞机啊？这边也补上飞机。2000 years later。好的，这边很多物资已经开始运了，但是由于很多的这个原材料都是要等到万唐的糖厂那边，因为我是把它们量化在一起的嘛，等到万唐糖厂那边运行起来啊，这边才会有原料开始持续不断的供应，所以有些东西还都没有啊，导致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全都，很多机器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就开始工作啊。都处于一个待机的状态，但是没关系啊，就让它这样待机啊。接下来剩余的时间呢，小米就要去开始造这个万唐了啊。所以我先会把这个 1.0 版本的蓝图发出来啊，等到完全运行，确定没有 debug 之后呢，我再发一个确定没有 bug 之后呢，我再发一个 2.0 的版本啊，到时来给大家用啊。但是我自己检查了一遍，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我不敢100%的说没有问题啊。这边钢已经全都生产出来了，钢钛这边有了之后，我看这里啊，
这里是这个已经出来了啊，这个钛合金已经出来了，钛合金出来了，框架材料没有运行啊。这边这个钛合金我忘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了，一检查就出现问题了，就发现问题了啊。钛合金的产线跟那边的没有连在一起啊，我们这边是有空余的塔的，我们把这个钛合金想办法进塔。哎呦，这里没留空间啊，没留空间。那我们把这个什么的位置给它改一下啊，把这个位置给它改一下啊，这个需求蓝马达的这个位置，然后把这个钛合金直接就进这里。这边我们改成钛合金啊。然后这个需求蓝马达的这个位置我们换一个地儿啊，把这个拆了。我身上已经一个箱子都没有了啊，做不出来箱子了，只能这么搞。然后蓝马达主要是供给给那边超市中间有一些不好抓蓝马达的地方，因为需要蓝马达的建筑物实在是太多了啊，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这里我们选一下啊，这里的蓝马达其实有一点就够哈，倒不用很大的量啊，但我就不限制量了啊，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是我是资源管够的那种类型啊，我最讨厌东西不够了啊，所以我都是管够的啊。这边我们就让它选择供应啊，然后稍微控制一下这边的量，然后让这里去配送这个蓝马达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边钛晶石进塔了之后，我们钛晶石还得出啊。钛合金啊，钛合金从这边没有空间了，看看那边有没有啊？整个钛合金的产线都在这一条线上，这里是有的啊。我们这里去做一下钛合金，钛合金需求一下。然后钛合金的话，看一下是哪一条带啊？靠近机器的里边的这条带啊。那这条带我们首先让它反向。反转一下线路，然后钛合金直接从这儿出就可以了。飞机多了真的挺卡的啊。好，那现在这边的也都开始生产起来了，有框架材料了。我们检查一下，看看钛合金能不能顺利的运过去啊。我是做过匹配的啊，这么多机器，一条钛合金的链子是够的。看一下啊，一条钛合金的带子是够的。好，稍微看了一下，绝大多数的机器都运行起来了。现在缺的最多的还是 CPU 啊，这个绿马达、蓝马达这几样，耗的东西很多，但是这个黑雾供不上的东西啊。我们现在糖厂那边不敢偷啊，偷了会影响我们的这个750糖的运行，所以导致这些基础的东西还没有生产，包括黑马达也是啊。这个石墨烯可以偷啊，石墨烯我们有这个增产剂啊，1万多增产剂那里啊在运行啊。那这个石墨烯应该是没进箱子，进了箱子，那应该是选了供应，那这边为啥没有？没选需求啊，这就能检查出来为啥没有了啊。但是想把这些产线全都检查完，这工作量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会慢慢的去排查到底哪里有问题啊。我先把这 1.0 版本放出来啊，大家可以先用着啊。我先发到群文件里，等我的整个视频完结了，就应该还剩下最后一期，就是我们的万堂工厂的那期啊。等完结了之后呢，我会单独在万堂工厂的置顶评论再放一个百度云盘啊，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蓝图都分享出来啊，到时候再给大家看啊。现在主要差的就是黑马达、绿马达、蓝马达和 CPU 这几个大件啊，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里边还是不够的啊，其他的都已经不影响它的运行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好的，那本期视频的时间可能录完剪完我估计不会太长吧，半个多小时啊。但是实际上我花的时间真的非常的久啊，包括我们这边4个的黑雾的基地同时运行的这个黑雾的这个阵线啊，这个中间很多的这个炮塔其实没有用上，可以给它换一些。你想这个带炮弹，因为我们炮弹生产出来没有用啊，可以拿这个炮弹去做一下防御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控制好你自己的火力范围啊，不要这个把这个黑雾的基地给打掉了啊。
这个刷的效率应该已经非常的高了，4个基地同时刷的话，产量已经很足了啊。但是，一些用量很大的东西，可能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从糖厂那边再生产啊。然后现在基本上也不掉这个信号塔和这个激光塔了。当我们刷到一定稳定的时候，它刷新出来的速度就没有最开始那么多了啊。哎，这个掉的就基本上不怎么掉这个塔了。哎，完全也供给得上。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觉得视频有所帮助，别忘了给小米一个3连。这一期工作量真的很大，很值得你一个3连啊。我这个超市的这个思路啊，再多说2句啊。你不能说它多好啊，但是这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啊，这所有的都是我手打手敲啊，一点点摆出来的啊，纯是我自己思想的结晶啊。你喜欢去用一些，比如说混代超市啊，你觉得更省脑子啊，都是可以的啊。我这里只是分享我的一个版本。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